今天上午做了直播啊，晚上呢本来打算不再播节目了，但是后来我也想一想，有个话题啊有点意犹未尽，所以呢我今天下午又在家里专门录一期节目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到那个所谓换位思考的问题啊。其实我当时从国内翻墙到推特的时候啊，对这个海外的中文这个市场还是充满期待的。因为国内言论有很多管制嘛，那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，可能对自己也这个其实有多少有一些很高的期待。但是上了推特之后呢，说句心里话，特别失望。为什么呢？我发现海外的这些中文客户啊，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批客户呢，就是这个用户呢，非常不友好。一个是呢，就觉得你是来自于中国的，你肯定是大外宣，你一般人不能翻墙吗？你为什么可以呢？那么你肯定是有问题，是官方派来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如果你对海外的这些人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那种普辅式的尊敬，他就认为你啊很可能就是特务，他不能接受你身上具有的那种，比如说自信啊、骄傲啊那样一种气质，认为你就是来自于一个专制的那种环境下出来的人，你就应该对生活在自由世界，所谓的自由世界的这些人呢，表达出足够的那种毕恭毕敬。我心里特别不舒服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想再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再聊一下这个话题。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，我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强迫其他人对政治问题进行表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我在今天说到陈秋实那个话题的时候，我讲到了，聪明人可以第一，不但听别人说了什么，还能体会到别人这个没有说什么。第二，善良的人可以换位思考，要体谅到其他人的难处。就比如说我们这些在国内还生活的人，我现在当然出来了，但是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是在国内生活的。在国内生活的，你可能在国内有产业，然后你可能有事业，甚至还有家人，还有父母。那么你在这种环境下，你能说到什么程度？其实你有很多难处。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是逼他们进行政治表态的话，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什么民主自由，这其实是良心大大的坏了。我还想接着说，就是其实不仅仅是要读解一个人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，聪明人其实还有两个标准。一个标准就是要看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。我们大家可能在国内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，每个人都在体制内，没有例外，只不过有的人的体制那个边界不一样。比如说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，有一个人在南方都市报工作，我们的言论边界就不同。我在中央电视台可能受到的管制呢就更多一些，受到的管理就更多一些。南方都市报的那个地方管理的边界呢可能就更外延一些，他能说的话我可能就不能说。但是这个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。甚至有的时候我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，我还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。举个例子我在中央电视台我也做过一些正面报道。比如说早些年的时候18大16大召开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做一些正面报道，我也做过呀。没有办法呀，因为我要在中央电视台工作，领导安排我做这个工作，我没得选。但是我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，我可以做一些我认为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工作。我为了要做这个工作，我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做一些牺牲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那么如果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或者说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就能够体会到我在中央电视台必须做这份工作所付出的代价。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很多人理解不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一个人想做什么和他能做什么。我们在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能够做什么，但是聪明的人
有的时候能分辨出来他能做什么之后他还想做什么。为什么我们经常说那个看守柏林墙的人叫枪口抬高1寸呢？是吧？就是说你想做什么能做什么，你能够分辨清楚。其实这对一个人也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有的时候身不由己啊，我们在这个体制内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做，但是我们内心想做什么，这种想法我想啊每个人都有。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出一个人不仅是他能做什么，还能想做什么，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一个人。但是我在海外这个简中推特上这个平台上，我感觉不到，或者说我感觉不到大多数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，更多的看到的是一种敌意。这种敌意说啊，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，那你就一定是大外宣，你这个工作就是耻辱的，你来自于中国，你曾经是体制内的工作人员，你就是狗腿子，对吗？当然不对了，当然不对了。你以为你在境外这种网站上匿名喊几句口号就是勇敢吗？当然不是，对吧？所以我个人觉得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一个人善良的本意可能要远远大于一个人的政治立场。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善良的本意，他们信仰任何东西都不重要。他如果不能换位思考，不能对别人的苦难，不能对别人的境遇给予同情，信仰什么这个人都不可靠。所以善良本身比你的政治立场要重要的多。就拿我个人来讲啊，其实我有很多体制内的朋友，我在国内有很多体制内的朋友，他们甚至有很多政治立场啊，或者对这个社会的看法跟我不一致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就包括我这次回去的时候，我有的朋友他就站在俄罗斯这一边，他认为乌克兰就是不对，俄罗斯对，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争论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成为朋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了解他们，他们是心地善良的人，他们可以在生活中或将心比心的去替别人考虑。那我相信这样的人呢，将来有一天啊，真的历史责任降临到他身上的时候呢，他们不会愧对历史的。但是有些人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很可能就是坏人。在境外这种平台上喊几句口号，然后就开始卖东西带货，这些人真的就比那些在体制内工作的人高尚吗？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。这就涉及到第二个话题，我们怎么认识在国内的体制内工作的人？我的观点是啊，体制内工作的人能人很多，好人也很多，善良的人也很多。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体制一团乱舞，每个人都是坏人，都是在跟这个体制为伍，都在一起来做帮凶，在做错事。真的不是。体制内大多数人，体制内的大多数人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，他们也有他们最基本的是非观，他们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为普通百姓工作，只不过在那个体制内，他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接受这样或者那样的指令。大家看一下上海封城期间，那有几个体制内的人跟普通老百姓的电话录音，大家听到了吧？我听到以后我一点都不奇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人在体制内非常多。你说他们是体制内的人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们有专业主义的立场，他们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不对，而且他们敢不计个人安危，在关键的时候发声，这种人不令人尊敬吗？太令人尊敬了。中国体制内的人真的是能人非常多，我一点不夸张。而且很多人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在忍辱负重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，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国务院农村办公小组的副组长，叫陈锡文。这个人很了不起，是一个技术官僚，因为89年的事情受牵连，所以他长期升不上去，就是一个副部级干部。但是中国的1号文件，中国大家都知道，改革开放以后啊，连续多少年1号文件讲的全部是农村问题、农村政策，也就是三农的文件。这个三农文件的起草者就是这个陈锡文，他是主导者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中国的农村政策都是陈锡文写出来的、主导出来的。
他每年都在试图用自己微弱的力量来鼓动这个国家、这个政府，把更多的财政方式、财政能力去倾斜到我们中国的农村，因为中国的体制啊，对农民、对农村亏欠太多了。有一次我们在做年终的节目的时候，我采访他，因为那一年我们做那个节目是有一个农民，他的母亲得了癌症，然后呢，他没有钱看，这个人呢出去打过工，他就看网上有一个介绍说那个有一个公益医院，那个地方看病可以不要钱，他就带他自己啊生命垂危的母亲到那去看病，到那个地方才发现，其实他母亲并不符合标准，还要花钱，但是他没有钱呀。这个人呢，他就留了一封信，说啊，我是你的儿子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弃你而去了，因为确实治不起嘛，我又希望你治，所以就放在这个医院里头了。这封信就被这家医院的一个医生披露出来了，也就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。后来呢，我们也去做了报道。事后我们接触，实际上这个人是有意为之，他就想用这封信考验一下我们的社会体制。他的母亲就得了癌症，没有钱治不起，他是这个国家的国民，他自己是儿子，想要孝敬自己的母亲，但他做不到。然后这个新闻披露之后，有很多当地政府来关心呀什么之类的。年终的时候呢，我们想把他请到演播室，然后请陈锡文跟他一起对话。我把陈锡文请到演播室的时候呢，我在底下的时候我问过他一段话，我说啊，陈部长啊，你觉得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到这种地步，那么农民到现在没有钱看病，也没有社会保险，你觉着这是国家财力决定的，还是说意识决定的？他想了想跟我说，他说是意识决定的，不是财力决定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新农合，所以农民看病完全要靠自己来负担。但是后来就是在这些人不断的推动下，我们建立起来了新农合制度，农民也有了保险，有了保险之后，他们大病也可以看了。你说这样的人不值得尊敬吗？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。还有，你比如说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同事薛飞和杜宪，大家都知道，89年的时候戒严令那天他们值班，就让他们来读戒严令。熟悉89年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他们两个那天晚上的表现。他们勇敢吗？非常勇敢，对吧？当历史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非常勇敢。有几个人能做到面对这样的情况不惜付出自己职业生涯，做出那样的选择？其实我们中央电视台新闻部还有一位部长，其实当时大约89年他们做报道，89年之后他就被受牵连了，部长一下就被拿掉了。我们所有台里的同事都知道他是因为89年的事情受牵连，从此就升不上去了，但是大家尊敬他，也没有安排他做什么事情。然后后来大家比如说喝酒的时候啊，就要请他来谈一段这种往事，他为此这一生就全部牺牲掉了，全部牺牲掉了。这样的人不值得尊敬吗？在我看来同样也非常值得尊敬。体制内这样的人很多呀，不是很少啊。所以戴着有色眼镜看体制内的人，我觉得是大错特错的。我们再接着往前走，什么叫勇敢？就我反复说的，在境外的互联网平台上匿名喊几句口号不叫勇敢，这没有付出任何代价。但相反，王思聪当时发的那几句话，我觉得就勇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当时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嘛，说一个富二代说几句话，我也天天说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说了就是勇敢，我说了就不勇敢呢？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第一个，影响力不一样。王思聪说了那句话之后，引起的社会广泛程度远远超过你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王思聪说这句话，他付出的代价要远远超过你。所以说，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勇敢不勇敢，取决于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而不是说他做什么事情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在境外的互联网上平台上喊几句所谓的口号，跟勇敢一点都不沾边。一个人真正的勇敢，是真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责任，在历史选择的关头，敢于站出来，站在历史该选择的那一面。而这个
跟你在不在体制内真没有太大关系。而确实有很多人，只有站在体制内，你才有机会站在历史的潮头，做出这样的选择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说，千万不要说这么什么勇敢。哎，你快点走，你快点出去吧。快点，把门给我关上。对，快点。所以啊，我想说啊，真的就是什么叫勇敢？真的摆在历史面前的时候，就取决于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叫勇敢。我非常希望啊，就是境外互联网平台啊，能够改一改这种风气。什么风气呢？动不动就抓特务，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大外宣，动不动就要求人进行表态，动不动就逼别人喊口号。很多人到我这底下天天问我什么立场，问我什么反华和反共之间的关系什么之类的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是政治学专业毕业的，我受过规范的政治学训练，伯克利课、利维坦，咱们要是掉书袋，我讲3天3夜。但是对于我没有意义，你不要逼我做政治表态，知道？我内心有政治立场，但是我不需要跟你讲，不需要跟你们讲。那在我看来，你逼我做政治表态的这些人呢，你第一不够善良，第二呢，其实你也违背你所宣扬的政治价值观。民主自由的核心是什么呀？首先要尊重别人呢，你得尊重别人，给别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立场，能够换位思考，知道别人在生活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难处和选择的时候，你的那个价值观才符合人道主义呀，才有人本主义思想啊。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连人本主义思想都没有，那个民主和自由对你有什么价值，有什么意义啊？好吧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啊，也算是我们直播的这个内容的一个补充吧。祝大家周末快乐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周接着聊。